诸位善知识好，我是东方阳西。一位读者用邮件给我发来了一篇貌似寄语的打油诗，让我看看他开悟没有。我办网站10几年来不但有人给我寄这个打油诗，为此我决定做一期视频，集中讲述一下一这个修行者如何评判自己目前的真实水平。二，什么是真正的实修？三，如何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四，人为什么要修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佛教的寄语基本上都是率性而发，一气呵成的。那些寻章摘句、搜肠刮肚东拼西凑出的东西那叫打油诗不叫寄语。学佛者渴望进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那些依文经纪、辩解其意，乃至当下开悟的立根之人很多都是再来的菩萨，或者已经修行很多世了。许多人都想知道自己目前的修行水平，自己离真实的解脱还有多远。任何事物都有衡量评判的标准，无论人们修习何种法门信仰何种宗教，都可以从2点来衡量。一是看其克制自己欲望的能力，二是看其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思想情绪包括贪心、嗔心、嫉妒心等等。因为一切的罪恶和伤天害理的事情，人的一切痛苦和烦恼基本上都是由这2个方面引发的。我们看一个人的修行水平不在于他读过多少本经书，修行了多少年，会讲多少大道理在跟着谁修行，在哪座山哪座庙修行，在宗教界有什么头衔，而在于他在这2方面表现得怎么样。这是衡量和评判修行者的2个基本标准。众所周知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生法师不就是因为不能管控自己的欲望，贪污钱财与拟利通奸被人举报，最终导致身败名裂的吗？因此说，看一个人修行水平的高低，不要看其有什么头衔，在哪座庙修行，是什么大师大德，有什么神通法术，而是要看其管控自己的能力。修行是一个从有欲到无欲，由控制情绪到不产生情绪的过程一个人对事物没有欲望，没有产生情绪上的波动也就谈不上克制的问题。这才是不动心如如不动的境界，也是最高的修行境界。那些不能管控自己欲望和情绪，奸恶起贪心见色起淫心乱发脾气，追名逐利，嫉妒和毁坏他人的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修行者。佛教将导致人思想情绪波动的因素归纳为8个方面，即利衰毁誉、称疾苦乐简称世间8法。人们获得利益时就欢天喜地衰败时就痛苦烦恼，受到诋毁时就恼怒，获得荣誉时就高兴被人称赞时就手舞足蹈被人讥讽时就郁闷生气，遇到顺心事就快乐遇到逆境就沮丧此就是世间8法。
人们不能去除这些，是无法处理生死轮回的。掌控自己思想情绪的方法若从细微处讲，就是不怨人不着急，不生气，不上火认不是。修行虽然包括方方面面，如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但综上所说的这两个方面却是修行的核心，此既是根本，也是成果。对于大多数修行者来说，做不到这两点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实修，也不可能获得身心的健康，更不可能开悟见性。心平气和，心安体态，一个人的情绪每天都大起大伏，怎么能够获得身心的健康和安定？一些学佛者认为每天必须念多少声佛号，打坐多长时间，念多少遍经咒才是实修。其实这些不过是使自心安定的方便法而已根本算不上是实修。当今的许多修行者不愿意从基础做起，一听闻自心即是西方，自心即是一切神通智慧的源头，就想一步登天。甚至有些人有一点点觉受，便误认为自己开悟了，甚至开始卖弄寄语了。其实这是一种由我执衍生出的狂妄和愚痴。一个修行者在证悟空性之前，无论做什么都属于善恶二业，无论讲什么经，说什么法，皆属卖弄之见，无论其有多高的智慧，都属于后天的小智慧。修身克己，管控自己的欲望和思想情绪，由欲望炽盛到寡欲，由大的思想波动到小的思想波动，直至脱缩无欲，自心如不动，此才是真正的实修如此才能够获得解脱。脱离了这两点，无论你到庙里修行，还是到深山里去修行，都无法获得真实的进步和提高。总之，一个人管控自己欲望和情绪的能力越高，修行的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许多修行者在修行的过程中，反而越来越在意自己的感受，情执爱欲越来越重，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刻薄脾气越来越大。这不是在进步和提升，而是在堕落。再谈谈人为什么要修行。人生在世所追求的无外乎精神上的快乐和物质上的满足。人们为什么要信仰宗教为什么要修行？不就是想获得精神的快乐和解脱吗？当今的许多修行者目的并不明确，一些人说我修行是为了世界和平，我吃素是为了生态环境，我学佛是为了普度众生。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伪饰的了。学名伪饰，俗名就是装逼。一个人之所以存在精神痛苦，从本质上讲就是因为不明理，也就是没有明白万物的本质和真相。诸如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由谁创造的，是谁主宰着这一切，人到底是否存在轮回转世，
人类为什么有种种不同的命运等等。只有当自己觉悟了诸法实相，才会知道众生迷在什么地方，以及一切痛苦烦恼的根源。如此才能够真正升起菩提心，才有能力去救度他人。当今的许多修行人排斥物质，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欺，也是在伪饰。其实物质与精神原本并不存在矛盾。当人们对任何一方产生贪执时才会走向极端并由此衍生出这个种种的这个痛苦和烦恼。修行者追求精神，其实也是一种痛苦和烦恼。六祖慧能大师说：“若言着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着也。”因为心本来自在，本无来去，本来清净。你将心捉心是骑驴找驴，骑驴找驴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迷失和痛苦的这个历程。物质是精神的发现，两者本来是不二的关系。精神与物质就如同镜子与镜子中的影像一样，两者是并存的关系。你排斥物质干什么？就如同泥沙、鱼虾与海水本来是共存的关系，你把所有的泥沙、鱼虾都清干净了那还叫大海吗？贪求物质固然会使人迷失自心，产生出种种的痛苦和烦恼，乃至造下种种的罪恶但是人们排斥物质，同样是一种迷惑，同样会使自心产生痛苦和烦恼。真正的修行不是排斥物质、排斥环境、排斥他人，而是要觉悟诸法的实相。因为人们只有觉悟了一切的本质和真相，才能够真正从内心接受一切包容一切，才能够真正看空物质和生理上的欲望，做到和光同尘，在而不迷，出而不染。只有这样，我们在欲界、色界当中才能够做到不产生贪执，不迷失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说修行者只有通过明理觉悟万物的本质和真相，才能够从根本上平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